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曼达。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其实很久之前就一直想做的东西，就是灌汤包，应该是很经典，大家都很爱吃的吧。其实之前呢，我做过一个有一点类似的是生煎包，那个里头也是要用到皮冻的，因为希望它有那个咬一口就可以爆出汁水的感觉。上一次是用猪皮来做的那种皮冻，那今天我想做一个味道很鲜美的那种，用鸡骨架和鸡脚来熬的那种皮冻。首先来做鸡冻，烧一锅水，鸡脚和鸡骨架都汆水。 捞出来洗干净，再重新放回干净的锅，加水、姜片、小葱节、一个八角、一点点盐。大火烧开之后，转小火炖个30分钟左右。等鸡脚差不多炖烂的时候，可以拿个剪刀把骨头再剪碎一些，因为最后可以让鸡汤凝结起来的胶原主要都存在于骨头中。保持汤汁的量在刚刚浸没所有食材的位置，继续再熬煮一会儿。现在可以和面了。 200克中筋面粉，1小撮盐，加温水大概105克，水温大概60度是比较合适的，也就是所谓的半汤面。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。包好醒面大概20分钟。 在等待的时候，可以开始剁肉馅了。五花肉去掉肉皮，随便切之后剁成肉末。手剁的肉馅儿，因为可以更好的保持肉的纤维，所以做好的包子馅儿呢会更嫩和弹牙。反正我们都花很多时间来煮鸡冻了嘛，所以肉馅儿建议手剁，可以让它口感最好。先放碗中待用。这时候鸡冻汤差不多煮好了，过一下筛，放入冰箱冷藏。 肉馅中加半小勺姜泥，1大勺生抽，1大勺蚝油，1/4小勺盐，1个鸡蛋，1小撮白胡椒，1小撮糖，2小勺香油，顺一个方向搅拌，要搅打到肉馅上筋，就是你感觉它们有点粘在一起了，再放冰箱稍冷藏一会儿。 现在这个鸡冻做好了，你可以感受一下，它其实是很结实的那种冻，不是那种软绵绵的。因为刚才在熬的时候，其实用了很多胶原蛋白很富含的位置，像鸡骨啊，还有鸡脚这些。现在这一小碗鸡冻呢，差不多400克。今天我们需要用一半，剩下的一半你可以当高汤，加到各种菜里头。鸡冻蒯出来，切成小粒，拌到刚才的肉馅里。 拌匀之后呢，继续放入冰箱冷藏，多冷藏一会儿，让肉馅有点凝结感，后面会比较好包。面团差不多醒好了，搓成长条，切成小剂子，一个剂子大概10克。切和擀面皮都和包饺子差不多的，今天就不赘述了。不过汤包的皮要比饺子皮稍微薄一些，最好是这种半透明状。皮子擀好排列好，松松的盖上保鲜膜，防止变干。 拿出肉馅儿，开始包包子了。因为汤包蒸好之后会有很多汤汁，所以肉馅儿不宜塞得太满，让里头略有一点富余空间盛放汤汁。包包子的手法就和普通包子是一样的。只是最后封口的时候呢，要提起来稍微转一下，确保口是密封好的，不要漏汤。 一个一个排入电了纸的蒸笼中，每一个之间都要留出空隙哦，因为蒸好之后会变大一些。水开之后再上蒸笼。现在这个灌汤小笼已经在蒸了，就等它差不多10分钟就蒸好了，挺快的。里头的肉馅是自己剁的，所以会非常的紧实和弹牙。然后汤汁因为也是自己炖出来的鸡汤，味道是非常鲜美的。希望大家有空在家试试，希望你们喜欢喽。 刚出笼的汤包在汤汁的重力下夹起来会这样微微的坠下来，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里面汤汁的充盈吧。咬一小口尝尝，因为里面用的是鸡冻而不是猪皮冻，所以我觉得汤汁味道会更鲜美，而且不油腻。虽然是纯肉馅，没有加什么蔬菜在里面，但吃起来是有那种鲜甜感在里头的。还想再解腻的话，可以蘸一点点醋，因为汤汁很多，吃的时候小心烫哦。
最后还有一件事告诉大家哦，今年我会参加在韩国釜山举办的 Dive Festival，8月9号下午1点10分到1点40。这张图片是我上一次参加他们活动拍下来的，在韩国的朋友可以一起来玩哦，到时候不见不散。YouTube 的观众你们好，如果还想看我做什么菜呢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哦，每周3都会有更新。咱们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